有这样一个角色，他并不弱，但每个人都觉得他应该加强，他就是玉藻前。FGO 中登场的早期角色也有过一阵子高光，曾经流传过一个说法，大明湖玩到官服，大是被称为川四公的弗拉德三世，被玩家称为大公，明是孔明，狐谐音狐狸的狐，代指本体是九尾狐的玉藻前。在当时凭借着叠甲和让对面憋回去的循环，确实统治了高难关卡的一段时间，但随着时代不断向前，这套阵容也是逐渐成为了时代的眼泪。大伙儿为什么唯独对玉藻前的加强有这么高的执念呢？那是因为蓝卡馆里面就他没充呢。你说他需要加强，那确实需要，但你直说他不强，要增伤插件的时候第一时间还是会想到他，上不去下不来。而且那么多能 buff 蓝卡宝具的人里面，就他没充能，也显得玉藻前过于独特。每次周年庆都在期待说玉藻前需要一个加强，但偏偏每次都没有。玉藻前又何尝不是各种梦碎呢？甚至各种马甲也是一言难尽。泳装玉藻前有着全游戏罕见的 debuff， 给对方的大招充能增加一格。第三个技能本身没多少 buff， 还要眩晕自己一回合，可以说是毒点拉满。加强了之后算是好点。而另一个玉藻猫大招自带眩晕自己，后来加强在技能上能挡一次这个眩晕，也是非常诡异了。至于光暗狐，我觉得这俩不能算玉藻前的马甲。其实大家对于玉藻前强化的期待，倒也能证明一点 FGO 这游戏确实有点说法。毕竟你换到其他游戏里，一般来说是不太会有人给开服角色招魂的，但 FGO 确实不太一样。你说它没有数值膨胀那是不可能的。早期的时候大家都不强，一个本可能都要磨一磨，后来大家资源多起来，开始追求3回合打完，再后来 CBA 也来了，大家开始追求5加成3回合，现在更多人都在追求6加成不换人3回合。你说不膨胀是不可能的。技能方面，玉藻前3技能单次回血2500，学姐每被打一次回血2000，伤害和 buff 膨胀那更是夸张了，很多英灵都快查无此人了。但 FGO 特有的强化本就是一个让人很喜悦的东西。首先这东西它免费，比如枪呆和孔明的接连强化，怕是玩家这辈子都想不到孔明还会有被拉起来加班的一天。公灵向来被各路攻阶大能压一头，但一个强化本直接给抬到了半步3级人的程度。你怎么知道我有5宝公灵呀？而且随着游戏的数值逐渐膨胀，强化本给的也是越来越大方。最近一次我们小玉被辱，那不就是因为一张1星卡的强化给到了堪比5星的程度吗？是的，这游戏能给一张从友情点池子里抽出来的1星卡一个5星强度的技能，虽然大家也未必真的会用，但这事情本身就很夸张。那话又说回来，这是不是说明强化给的越晚，强化的越厉害呢？要我说，小玉也别备战12周年了，直接备战13周年，一波强化直接上升到顶尖大怪的模板，无敌怎么说无敌？其实我们也看得出来，小玉要能上场，其实差的东西还挺多的。单单给个20充能，现在似乎是不那么够看了。你觉得玉藻前这张卡应该怎么强化呢？强化几次才能真正变强呢？在评论区说说吧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凯奇，我们下期见。